大家好，如果一家叱咤内娱、呼风唤雨的电影巨头，在魔幻的2022年里面，半年就净亏小2亿的话，您觉得一路狂奔电影跑道的王一博会怎么想？是不是凄风惨雨的场景已经无法避免了呢？然而，有意思的是，相比杯弓蛇影、靠天打卦的国内电影圈，美的的玩法显得就特别的潇洒和豁达。很显然，所有自救的方法其实都是人想出来的。聪明人想的都是办法，普通人看的都是悲哀。在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的眼里，盘活一个古天乐，或许就能盘活了整个电影市场。拯救了一个真英雄，就能拯救了更多电影人的信心和未来，包括王一博，包括赵丽颖，也包括海清和引入尘烟。为什么新万我会这么说呢？8月25日晚，华谊兄弟发布2022年半年报，营收2月12日1亿元，同比下降6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1.92亿元，而上年同期为盈利1.06亿元。截至发稿，华谊兄弟报2.65元股，市值仅61亿元。相比之下，最近重返 A 股的博纳影业股价持续飙升，市值达176亿元，是华谊兄弟的2.9倍。昔日巨头日薄西山，新兴巨头背靠东山，这是怎么回事呢？受主控项目缺失影响，上半年华谊兄弟影视娱乐板块收入2.09亿元，同比下降58.64%。报告期内，华谊参与出品且上映的电影仅3部，其中《反贪风暴5：穿过寒冬拥抱你》于2021年12月31日上映，累计期内票房15.66亿元。灾难片《月球陨落》于3月25日上映，累计期内票房1.58亿元。但由于华谊在《反贪风暴5：穿过寒冬拥抱你》中所占投资份额较少，这2部电影并未给华谊带来可观的投资收益。上半年，公司取得收入前5名的影视作品为《月球陨落》《龙岭迷窟》《是神令》《摇滚藏獒》《蓝色光芒》《纽约纽约》，合计实现收入9090万元，占营业收入的42.93%。但除了《月球陨落》，其余影片均是2022年前上映的旧项目。雪上加霜的是，受疫情影响，报告期内，华谊品牌授权及实景娱乐板块仅收47.17万元，同比减少99.11%，营收占比低至0.22%。实景业务撑不起业绩，影视主业又迟迟不见恢复，致使公司上半年营业亏损1.79亿元，同比下滑249.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亏损1.92亿元，同比下滑281.82%，由盈转亏。自2018年起，华谊兄弟已连亏4年半，累计亏损约66亿元。8月6日晚，华谊兄弟公告称，近日接到腾讯出具的检视权益变动报告书。腾讯自8月2日至8月4日累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和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导致持股比例变动，在华谊兄弟持股比例由7.942441降至4.999997%。根据财报，截至2季度末，华谊创始人王中军为公司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16.26%。其兄弟王中磊持股3.35%，腾讯持股7.94%，阿里创投持股4.47%，马云持股3.6%。阿里创投与马云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8.07%。此次减持后，腾讯不再是华谊兄弟持股5%以上股东。财报发布同时，华谊兄弟还发布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计划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称，实控人王中军、王中磊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549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王氏兄弟为一致行动人，所持公司股份有绝大多数都在质押状态。值得一提的是，在不久前举办的第12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开幕论坛上，王中磊曾表态，有人说电影进入躺平的时代，我们在座的都是20年以上的企业，我们不会躺平。出席该论坛的还有博纳影业创始人于东，他也表示电影人从来没有躺平。于东称，2020年新冠疫情之后，博纳影业几乎倾其所有，拿出压箱底的钱，花费20亿元拍出长津湖系列，
中国医生和无名4部电影，其中《长津湖》之水门桥、中国医生的票房分别为57.75亿元、40.66亿元、13.28亿元。相比之下，过去3年，作为曾经的民营电影公司老大，华谊仅推出了801部爆款，《铁道英雄》是神令等主力影片接连失利，令华谊的处境越发艰难。在最新财报中，华谊披露了后续重点项目的进度及上映计划：《狗镇》《流浪地球2》《749局》《美人鱼2》《爱很美味》均已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其中，管虎导演的《狗镇》预计于今年3季度上映。郭帆导演的《流浪地球2》，陆川导演的《749局》，周星驰导演的《美人鱼2》，陈正道导演的《爱很美味》则预计于4季度上映，或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另行调整。不过，在《美人鱼2》《流浪地球2》中，华谊均非主要投资方，而《爱很美味》是由同名电视剧改编的爱情片，票房天花板较低。《狗镇》至今没有释出任何宣发物料。749局阵容华丽，由王俊凯、苗苗、郑恺、任敏领衔主演，但自2019年杀青以来，迟迟没有定档，能否顺利于年内上映也充满了不确定性。目前看来，尽管王中磊拒绝躺平，但短期内华谊兄弟恐怕很难支棱起来了。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其实都知道押宝和运气都是技术活，因为在泛政治化的娱乐圈中，红片、狼片大家都懂，也都在拍。问题是市场的蛋糕已经缩水。无论暗战还是暗香，华谊衰则博纳兴，反之亦然。所以于东的绯闻明显还没完。对比此消彼长的内娱影圈暗战，美的应对本土电影市场的萧条倒是大开大合，相当的潇洒。现在漂亮国大搞希望大家回来看电影的全国电影日游戏，也就是说看部大片只需3美元的游戏，这票价就算折算成软妹币，也是童叟良心，老幼开心的。作为新推出的全国电影日的一部分，也就是 National Cinema Day， 绝大多数美国影院的电影票将只需3美元了，以期在票房不景气的大流行期间吸引影迷。根据美联社 ABC7 报道，全国剧院所有者协会的非营利性机构电影基金会 Cinema Foundation 在8月28日宣布，9月3日将成为全国3000多家影院和3万多块银幕的折扣日。其中包括 AMC 和 Regal Cinemas 在内的主要连锁影院，以及所有主要电影制片厂都参与其中。在参与的影院中，每场观影的门票不超过3美元。劳动节周末传统上是影院人流最少的周末之一，所以8月抛出的这笔橄榄枝对参映商来说无异于救急。拥有 Regal Cinemas 的 Cineworld 在其最近计划申请第11张破产保护时表示，主要芯片的供应不足。但是，这游戏如果成功的话，全国电影日可能会挤满电影观众，并有可能促使他们在秋季回归。在每次放映之前，购票者将一睹来自 A24、亚马逊影城、迪士尼、Focus Features、狮门影业、霓虹灯、派拉蒙、索尼经典影业、索尼联合艺术家发行、环球和华纳兄弟的即将上映的电影的预告片。电影基金会主席杰基·布伦尼曼在一份声明中说，在今年夏天破纪录的重返电影院之后，我们想做一些事情来取悦电影观众。我们这样做是向今年夏天的电影观众致谢，并为那些还没有回来的人提供额外的诱惑。经过2年多的大流行，电影院在夏季明显反弹，业务恢复到接近大流行前的水平。截至8月21日，《壮志凌云》、《特立独行》、《小黄人》、《格鲁崛起》、《奇异博士在疯狂多元宇宙》和《侏罗纪世界统治》等电影将美国国内夏季票房推至33亿美元。根据数据公司 Comscore 的数据，这比2019年的总数下降了约20%，但今年参映商的广泛发布数量减少了约30%。国家电影日的组织者将此次活动描述为可能成为年度固定活动的试验。虽然其他一些国家已经尝试过类似的廉价电影票日，但该举措在美国如此大规模的此类举措中尚属首次。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Shin Wan，我只能说，如果神奇小子王一博有这样的运气，在自己3部电影大片一同扎堆国庆档联合播放的黄金时候，刚刚好碰上国家政策效仿美的的全国性鼓励和实验性放开，
那么10万我闭上眼睛都能想象$3的特大旋风，可以轻松乘上10亿的最小人口基数了。不信，您完全可以把本期视频 mark 下来，一同见证10万我的铁口奇迹。当然了，杯弓蛇影、靠天打卦的国内电影圈还要等等再等等。对比望天打卦的三兄弟，现正热播的《冰与火》可算是王一博的一剂不错的安慰剂来的。《冰与火》是王一博和陈晓联袂主演的缉毒大剧。陈晓今年有《梦华录》的热度加持，所以给《冰与火》带来了不少自然流量，再加上王一博的强大号召力，《冰与火》开播即爆款，也就没有任何悬念了。从猫眼热度数据来看，虽然《冰与火》没能拿下热度榜第一，但也是除古装剧外热度最高的在播剧了。考虑到还是比较冷门的刑侦缉毒题材，能在热度数据上力压《欢乐颂3》20不惑2以及罚罪，都足见其优秀程度。现在《冰与火》豆瓣还没开分，评论区就已经炸了，满屏的5颗星星和演员演技扎实，剧情严谨，逻辑通顺占了大多数。看来在大家眼里，陈晓、王一博这部新剧还是相当不错的，剧情设计的走向非常合理，也悬疑感十足。不少人刚看第1集的时候，除了陈宇，看所有人都觉得是坏人，但到了第9集，又觉得大部分人都是好人。这个特别考验追剧人的智商和判断力，尤其是刘奕君饰演的杨星全，一开始就让人难以捉摸。毕竟正面角色、反面角色，刘奕君饰演起来都是手到擒来，所以在没明确定性的时候，刘奕君饰演的杨星全就成了大家疑惑最多的点。此外，王劲松饰演的林德赞也是一大亮点。对于他的演技，没人会怀疑。从《琅琊榜》破冰行动再到新世界冰与火，王劲松的演技一直是一部剧好坏的参照标准。有他和刘奕君携手，冰与火的整体演技自然不差。有人可能会说陈晓的表演有点用力，王一博的表现则有些严肃和刻板。但是看看他们两人饰演的角色，就知道这并不是缺陷了，反而是非常具有代入感的演技表现。陈晓饰演的吴振峰是一个为洗刷父亲不白之冤混了几年回来的人，他的胡子拉碴和用力的演技，不正是对这个角色最好的诠释吗？至王一博饰演的陈宇，他毕竟是个警察吗？形象刻板严肃不是很正常的吗？这就和现实中的警察一个样，没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演技方面，王一博也非常努力，这一点大家都能看到。而且王一博和陈晓饰演的这2个角色分配的都超级合理，如果让他们兑换一下角色，那出来的效果才是不尽人意呢。值得一说的是，《冰与火》是一部无需倍速看的佳作，要是用倍速看了，很多内容都是云里雾里的，容易犯迷糊。说它是这个档期下不可多得的好剧，真的不是吹。豆瓣还没开分，评论区就已经炸了。王一博这部新剧着实够猛，《冰与火》的确值得王一博小小傲娇了。毕竟电影成绩才是王一博今年全力以赴、无法 take two 的核心重点。当然了，对于摩托姐姐而言，随遇而安就是答案。《冰与火》带来的后续影响果然不凡。剧情到了第20集的时候，幕后大佬逐渐浮出水面。这一刻开始，王一博饰演的陈宇跟陈晓饰演的吴振峰正式开始了合作。这部剧中，反派内部出现剧中剧，彼此的不信任跟利用，无疑是最大的导火索，让警方有了突破口。同时呢，也让吴振峰再度迎来获取蒙卡信任的机会。在这一集中 ，K 这条线上，郝东为了做掉万赫达，无疑是亲自断送了阿坤。可谓是折了自己的一条胳膊。由此可见，毒贩是真的一点情面都不讲，在利益面前没有情分，残暴不仁不义。什么所谓的兄弟，不过是利用关系而已，用的时候称兄道弟，不用了也要榨干最后的价值。这次蒙卡借机试探吴振峰到底是不是警察这边的线人，让他在直播镜头下将水果运送到广州，估计车上应该没有毒，只是为了测试一下吴振峰会不会跟警察保信。而在运送过程中，陈宇一直追随吴振峰，还不听邻居的命令，一意孤行，用车逼停了吴振峰。其实这个时候陈宇应该是知道吴振峰的处境，无法传递讯息。在发生事情后，
吴振峰下车后给陈宇的眼神跟态度明显不同。这个时候，陈宇打了一个电话122，说自己的车发生交通事故，趁机吴振峰可以通过陈宇来传递出消息。这次无疑会借此机会打消了蒙卡对吴振峰的怀疑，顺带着让陈宇成为了吴振峰在云和的保护伞。系里兄弟二人算是真正开启了合作模式，共同为后续铲除毒瘤组织做了铺垫。其实大家都知道，杨兴全就是蒙卡那边的于总，在蒙卡的10年绝对不简单，在郝东掌控的这3年里，蒙卡的货一直没能进入。所以这次通过警方来铲除 K 这条拦路虎，才是杨兴全最大的目的。剧情真是看得津津有味。不得不说，这部剧真的不仅反映出毒贩的残暴跟狡猾，还让我们看到了缉毒警的不易，跟毒贩斗智斗勇，还有冲在一线的危险。值得一提的是，剧中演员拍摄过程也足以让人感慨万千，戏外他们也收获了一份独有的友谊。在剧中饰演于大夫的演员赵轩发文分享了自己在拍摄期间的趣事。没想到王一博这个滑板推广大使，走到哪里都会用滑板来交朋友，顺带推广了滑板。王一博不仅安利给剧组人员玩滑板，更亲手给每个喜欢的玩的人拼装起来，根据不同的人剧中性格用了不同的贴纸，相当用心了。王一博送给陈晓的那块滑板居然是粉色的，粉色的，粉色的。重要的事情要3遍，因此网友看后很识趣地说，一看就很懂咱们的小公主，中二少年欢乐多啊！戏里戏外都让吃瓜客们见证了彼此的好玩。好剧真的让人百看不厌，很容易带入剧情里。戏外呢，彼此收获一份友谊，因为爱好而快乐。王一博、陈晓从戏里到戏外的英雄式碰撞，在这就是街舞舞当中也有。这就是街舞舞算是迄今内地竞技类舞蹈比赛创办时间最长的一档综艺节目了。第1季这就是街舞中年轻的易烊千玺首次当队长，就带出了第1季韩语冠军选手。那时的千玺是新生代的代表，这次的这就是街舞舞来参加比赛的选手真的做到了新生代的首次集结，20左右岁的年轻舞者占了大部分，而且他们的表现真的很精彩。自从第3季节目组把战略眼光投向世界，发掘新生，让我们看到了参加比赛的选手来自各国的顶尖街舞高手。大师级别选手的出场，让中国的年轻舞者崇拜。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这次竟然能有机会与他们斗舞，真的是精彩纷呈，一生有幸了。当年张艺兴倡导要把中国风的街舞刮向世界，结果这次真的有回礼了。2位外国友人带着中国风的街舞来跳作品了，只可惜张艺兴没有担任这届的队长，没有看到精彩的现场。为此，队长王一博和韩庚竟然心照不宣地给出了满分。这画风真的是识英雄重英雄的翻版写照了。这支作品是穿着中国唐装的外国2位友人 Zirko 和 Dykens 表演的作品 Zykens 的故事。作品表达的互为师生的高级境界，老师和学生的身份转换，表达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尊师重道和做人谦虚。说真的，这2位舞者的默契度和即兴表演太绝了，整齐划一，行云流水，好似中国的太极感，以柔克刚，似2拨千斤的力量。更厉害的是，学生这个角色，他们都是蒙着一条蓝丝带在表演，无论哪个人扮演学生的角色，同伴都会帮他系上丝带。那种从心底发出来的关爱油然而生。他们使用的配乐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茉莉花》。当音乐一起，2位舞者迈着轻盈的脚步，轻柔的钢琴伴奏《茉莉花》响起，双手合十那一刻，真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看哭了不少现场的舞者。这种安静的舞蹈，独特的感染力是直击心灵深处的。以往在大家的印象中，街舞就是豪放、动感、燃炸、不羁的风格。这或许就是街舞给观众的原始状态。可是街舞发展到了今天，随着中国文化向世界的传播，街舞中融入了很多中国功夫，比如武术和太极。日本一位选手还对中国的太极拳感兴趣，在中国学习过。这就是真正的音乐无国界了，舞蹈亦然。街舞已经是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了，足以见这种舞蹈作为体育竞赛项目的普及性。期待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街舞这项运动，更期待中国健儿在下届奥运会上的精彩表现。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任何的热闹都会淡去，所有的精彩留下回味。如果要回顾今年8月暑期档诸多国产热播剧中口碑与反响最为热烈的2部，那么由虞书欣、王鹤棣所领衔主演的古装奇幻爱情剧《苍兰诀》与吴磊、赵露思所领衔主演的古装传奇大剧《星汉灿烂》以及《月升沧海》，自然都是不可不提。而且8月31日，由秦俊杰、梁洁、邢菲和润东等共同主演的全新金庸武侠翻拍剧《飞狐外传》，邢菲、狄子路、京超所联袂主演的古装言情剧《傅流年》，以及由张翰、王晓晨、杜淳所领衔主演的现代都市剧《东八区的先生们》，更是在同一天强势迎来开播。此外，伴随着8月份的结束，对于9月国产待播新剧的前瞻也正好可以提上了日程，其中就包括赵丽颖本尊也火烧火燎的改开大片。毕竟，正如申万我铁口过的，如果改开突然成为历史禁词的时候，赵丽颖的苦心和辛苦就彻底麻烦了。那么，9月国产待播新剧中对赵丽颖潜在影响最大的片子是哪些呢？在这里，申万我特别烦请您留意一下，不是剧集的名字，而是演员的名字。一部剧叫做《谢谢你医生》，该剧是由内地实力派导演张瑞独立执导，经典代表作有电视剧《余罪》系列、《刑警队长》、《莫斯科行动》等等。编剧则是知名编剧周勇，经典代表作有电视剧《来不及说我爱你》、《老爸向前冲》、《男才女貌》等等，由杨幂、白宇领衔主演，王一楠、李姐、李东恒、姜瑞佳、郭晓婷等联袂主演，奚美娟、张志坚、尤本昌、刘佳、吴玉芳、白志迪、乔振宇、范蕾等超强阵容。特别出演的一部都市医疗行业大剧，此剧改编自生理小说《ICU 48小时》，将主要讲述个性强势、有着孤美人之称的杨幂饰演的海归女医生笑燕，与白宇饰演的青年主治医生白竹，在新成立的急诊重症监护室，通过精湛医术与默契协作，救治一个又一个危急患者的医疗行业纪实故事。根据目前豆瓣平台显示，该剧将有望于今年9月正式迎来上星首播。申万我感觉杨幂自不多说，白宇的亮点更多，跟着就是赵丽颖的野蛮生长了。该剧是由内地实力导演傅东育与毛薇联合执导，副导知名的代表作有电视剧《医者仁心》、《破冰行动》、《冰与火》等等。张挺担任编剧，赵丽颖、欧豪、李光洁领衔主演，刘威、孙谦、王劲松、任重、刘薇薇等共同主演的一部年代商战励志剧。此剧于今年3月12日正式官宣杀青，同年8月16日已经顺利取得发行许可，预计9月播出。剧本改编自知名女作家阿奈所著小说《不得往生》，主要讲述自幼命运多舛的赵丽颖饰演的女主许半夏，在上世纪90年代通过自己的远见卓识与不懈努力，白手起家，在竞争激烈的钢铁行业奋斗出一片新天地的女性创业励志故事。还有一部叫做《底线》，该剧是由刘国彤执导，费慧君、李晓亮联合编剧，程毅、蔡文静、靳东领衔主演，王秀竹、曾梦雪、王劲松、冯佳怡、王莎莎、王放等联袂主演的一部当代法治案情剧。此剧于今年5月底低调杀青，目前被曝将有望于今年9月暂定接档电视剧《20不惑2》，上星湖南卫视黄金档首播，将主要讲述新时代法治人在司法道路上不断开拓进取、不负使命担当的主旋律行业励志故事。可以看出，这3部作品是杨幂、赵丽颖、程毅各自所领衔主演的电视剧新作，皆有望于9月强势来袭。除此之外，还有虞书欣、张彬彬领衔主演的2个人的小森林，宋茜、许魏洲领衔主演的谁都知道我爱你，以及黄渤、梅婷领衔主演的打开生活的正确方式等高热度待播新剧，也有望在今年9月接力开播。怎么样？光看这些演员的名字，您感受到一种隐隐约约电影降维的压力了吗？电影世道不好，电视剧的蛋糕就呈现挤压了。这种对比感其实在时尚圈也比较明显，而且比较的结果同样还是让人大眼瞪小眼，看不出来的。
特别是那些无法接受赵丽颖红头发造型的人，更是会一头雾水一头烟，两眼一抹黑茫茫。话说，每年9月份的时尚杂志封面也被称为金9，是每个艺人都想上的月份，因为这是时尚杂志一年当中最关键的阶段，毕竟是各品牌投放最多广告的季度，因此各大杂志社都在比阵容、争新意。而登场的封面人物自然最重要，在这当中，5大女刊的封面就成了大鱼大牌都在抢的战场了。今年的5大女刊的封面人物都是熟悉面孔，其中包括 Vogue 谢朝雨、石瑞、毛小星、汪曲优、叶日群；时尚芭莎舒淇、汤唯；时尚 Cosmo 周迅、王一博；佳人 Marie Claire 章子怡；L 刘亦菲、周冬雨。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5大女刊金9封面中最迟推出的时尚 Cosmo 的王一博，也是今年5大女刊金9封面中的唯一男艺人，时尚宠儿地位再次被认证。虽然电视剧女王赵丽颖没有登上这次的5大女刊，但其他时尚杂志封面人物一样很受关注。当中，赵丽颖就成功登上了 iDes 的杂志的9月份封面人物。被全网群嘲的红发赵丽颖，新万我已经第一时间深扒过了。而且似乎争议不小，欢迎有兴趣吃瓜的朋友们自行回顾一下，到底申万我在哪里说错话了，或者还是有人压根就没听懂呢？总之，超飒超抢眼的赵丽颖红发，引发出了连串的3次元加女团风加千禧风的喧嚣。值得一提的是，这本 iDes 的杂志定价也比一般杂志贵，每本人民币150元。而总销量是2032本，总值人民币304800元。有这么好的销售成绩，粉丝们自然纷纷庆贺。对于自家正主登上金9杂志封面，也竞相奔走告知。结果没想到粉丝们的开心居然被官方低调处理了，因为有粉丝在该杂志的编辑微博下留言表示也很期待赵丽颖的9月封面人物，却被编辑回复表示自家杂志是季刊，所以无金9一说。被否定是金9封面已经有点尴尬，没想到在官宣公开自家杂志封面的同一天，该编辑居然还发博特别点名刘亦菲当封面的 L 杂志是今年9月刊最好看的一个。时尚圈编辑的这番骚操作，您到底看懂了？到底是谁跟谁的关系没有呢？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感觉萤火虫粉丝大概真的要给这个烧脑的编辑搞到眼花兼心梗的程度了。花样夸也就算了，居然还选在同天夸，这是什么迷之操作呢？新万我只能说，该编辑大概是 L 的粉或者刘亦菲的粉来的，否则他就应该好好夸一夸佳人 Marie Claire 的章子怡了，因为黑白章子怡的霸气简直把零造型、零时尚、零特色、零眼神、零背景的冷峻画面感给意外撑起来了，这就是所谓的气场了。而新万我眼拙，没有在编辑眼中最好看的刘亦菲身上看到这种实用型的气场。当然了，新万我也同样没有看到相对应的刚性应对、有料有才的萤火虫的辣评，除了一条。说到这，但凡熟悉本频道的朋友们都知道，新万我常说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新万我，在国内的人才库中只能算是中等偏下存在感。然而，新万我也是意外惊奇了一把，真的有人通过平台直接表达了一把先知先觉的新万我的同款概念。这人说草堆的灵感像是来自引入尘烟 iDes 的9月礼节小便 look 也挺好看的，不一样的尝试，这评价很空灵。说实在的，新万我难得看到感受到有人同声同气产生共鸣的感觉，真的魔幻，真的很棒。您说是不是？难道这人这2天同样听过了新万我专属独家的铁口视频了吗？总之，这个世界最棒的感觉和最好的场景，就是英雄识英雄，英雄重英雄的场景。就像老会员Sandy Hang居然仅通过新万我在标题中提到的古天乐的名字，居然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杨过，跟着就想到了神雕侠侣和赵丽颖、小龙女等等，这种足以让人会心一笑一整天的感觉，真的很好，很赞。当王之粉版遇上了陈晓，当真爱赵粉读到了海清，一种你懂我懂大家懂的心照不宣就弥漫开来了。人生渺渺，恍若星河，人与人之间，语言跟语言之间，但凡彼此看得懂彼此的，
注定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缘分。但凡擦肩而过而相视不见的，注定都是回头百年身的本分。